延宕超过900天的俄乌冲突焦灼之际，双方完成第58轮换俘。换完后，双方接着打。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俄军则摧毁乌方一个弹药库。另一方面，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盟峰会上介绍胜利计划，但遭质疑该国要制造核武器的问题。那北约会否容忍自己的周边又多一个有核国家？俄方对此又作何回应呢？来看详细分析。阿联酋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成功斡旋，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完成新一轮换俘，双方各向对方移交95名被俘人员。声明还提到，在阿联酋的调解努力下，俄乌已完成共计2184名俘虏的交换。消息指，这是今年第9次换俘，也是冲突以来的第58次。而就在换俘结束后不久，乌克兰向莫斯科和俄罗斯西部发射了一系列无人机，导致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一个工业区遭到轰炸，4名消防员受伤。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早晨，俄方成功拦截并摧毁了110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8架是在夏诺夫哥罗德州空域。据统计，俄军今年展开的征兵工作力度依然不小，日均征兵1000人，兵力增长速度要大大超过在前线损失的数字。这些新组建的装备训练水平一般、经验水平不足的部队，主要用于在前线填补战线空缺和负责占领防御任务；扩编后的精锐部队则主要用于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俄军仍延续风暴贼部队，也就是包含大量囚犯士兵和民族主义分子的突击队的老传统，在可能遭遇重大伤亡的作战中优先使用风暴贼部队。相比之下，乌军今年的征兵进入瓶颈期，尽管抓壮丁的力度不小，但由于乌军目前没有良好的整训部队，也缺乏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因此这些壮丁主要用于弥补前线战斗损失，基本无法组建全新的旅级战斗编队。上月底，有美媒援引情报和未公开的消息来源称，今年上半年乌克兰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3倍。还有非政府组织官员透露，随着冲突的扩大，今年夏季乌克兰伤亡人数有上升。俄乌现在进入了一个持久战、拉锯战之后呢，双方的人员伤亡仍然数字不减，也说明呢，这个俄乌冲突必须要通过外交的手段进行解决，而不是持续的交友拱火，而不是持续的以战争方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近期引发欧洲舆论轩然大波的是，有乌克兰高级别官员几个月前放话称，该国有能力在几周内制造出核武器。这一消息近期再被翻炒，对此乌克兰予以否认，但外界对此多有质疑，因为乌克兰在苏联时期具有较强的核工业基础。欧洲舆论的担忧不无理由。1999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领土上保有了苏联约15%的核力量，包括130枚 UR-100N 和46枚 RT-23洲际导弹，25架图95和19架图160战略轰炸机，1081枚核巡航导弹，1240枚战略核弹头，以及约2650至4200枚战术核弹头。这些核武器分别由第43导弹集团军和第46空军集团军保管。除了庞大的核武库之外，乌克兰还继承了独联体国家中规模仅次于俄罗斯的核导弹军工综合体，包括南方设计局、南方机械厂等导弹科研生产单位，以及18个核反应堆。苏联解体让乌克兰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第3大核力量。目前，乌克兰可能保留了重启核计划所需的理论基础，但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该国并没有铀浓缩工厂或核电站等核燃料生产设施。在冲突爆发之前，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所使用的铀原料均向俄罗斯购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外访，介绍新版胜利计划，但回应最多的却是有关制造核武器的质疑。最近一次是在欧盟峰会上，欧洲各国对胜利计划反响平平，但泽连斯基被质问是否计划制造核武器。I don't have alternative except NATO. That was my signal. But we don't do nuclear weapons. 深圳卫视注意到，冲突爆发之初，泽连斯基曾表示，如果乌克兰得不到安全保障或退出上世纪90年代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乌克兰在协议中承诺用放弃核武器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障。
有欧洲专家认为，泽连斯基多次放出核威慑言论，目的不在于为其自身发展核武器争取合法性，而是为逼迫西方国家答应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请求。但涉及核武器事关重大，无论如何，欧洲国家都不希望周边有更多的国家制造核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对乌克兰拥核论发出严厉警告。Это очередная провокация. Создать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несложно. Я не знаю, способна ли сейчас сделать это Украина. Это не так просто. Но, для Украины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Но в целом это здесь больших сложностей нет. Все понятно же, как это делать. 泽连斯基以布达佩斯备忘录这个为借口，以这个契合为理由要求拜登政府在加入北约问题上呢，这个试图找到一些突破点。那很显然，这个努力也没有达成，也是引发各方的担忧。泽连斯基的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视之为对西方、对俄罗斯的一种战略要挟。当然了，他要想重新拥核，技术上没毛病，但是他在外交上和安全上会面临更大的风险。针对韩国方面宣称朝鲜正向俄罗斯境内派遣军事力量，极有可能参与俄乌冲突一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暂时无法证实有关消息的真实性。您对此作何分析呢？是的，程倩，舆论场上纷纷扰扰，众口不一。朝鲜到底是不是出兵援俄了？需要指出的是，消息源头来自韩国的情报机构。那这是个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啊。我对这个信源从来都是部分采信、部分存疑的态度。考虑到当下的朝韩剑拔弩张的关系，韩国方面在这个时机对外披露情报信息就更耐人寻味了。那么好了，怎样的证据能够证实朝鲜确实出兵援俄了呢？以军事逻辑而言，士兵被击毙、搜身被俘虏审问，或者是技术侦察手段捕捉到显著的军事调动情报，才能相对靠谱地给出确定性结论。不能说看见身穿俄军制服东方黄种人面孔的士兵就说这是所谓朝鲜士兵。要知道，俄罗斯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呀，布里亚特蒙古、图瓦、鄂温克族裔俄军士兵在俄乌前线作战的是比比皆是。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是图瓦人，你总不能因为他是一副东方人面孔，就称他是所谓朝鲜人吧？所以目前流传在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所谓朝鲜士兵已经参战的消息，一律都是认知作战。那么问题来了，所谓朝鲜出兵援俄一事是否存在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呢？而从法理基础上看，俄罗斯与朝鲜确实存在和平一处、并肩作战的可操作性。今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访问朝鲜，双方领导人在平壤共同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还包含了俄朝共同防御条约。条约第4条明确约定，当缔约方面临被入侵或者是正式宣战时，缔约方将立即提供军事援助。俄朝两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高度趋同，都被全面制裁，都面临美西方的直接军事围堵，两国的军事互助也是半公开化的。他也再一次证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妄图将战场局限在乌克兰，以一场所谓可控火灾消耗俄罗斯的算计，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嘛。战争一旦打响，局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提出了所谓“胜利计划”。那么，俄罗斯与朝鲜的进一步军事互动是否带有针尖对麦芒的意味呢？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第1条上来就说，西方盟友应该立即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可问题就在于，如果乌克兰此刻能够立即加入北约，那为何不在战争尚未打响的2018年底或者是2019年初加入北约呢？所以，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在美西方国家看来是一个缺乏可操作性的愿望清单。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互动却是具备可操作性的。说一个最直接的方案，假设俄罗斯与朝鲜决定援引俄朝共同防御条约，那么朝鲜人民军将有可能直接部署在俄乌漫长的边境线上，比如说眼下激战正酣的库尔斯克州的正面。那从法理上看朝鲜军队并没有越境攻入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守卫的是俄罗斯的主权领土。
俄军的主力部队则可以回到战场的正面，重新加强进攻矛头，加快正面进攻的进程。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乌军的压力将会骤然增加，防线总动摇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目前只有只鳞片爪的开源信息，所谓证明朝鲜人民军在俄罗斯远东方向的几个军营进行训练。俄罗斯与朝鲜官方的层面都没有对外证实相关信息的真实性。那么我个人倾向于判断即便朝鲜人民军确实进入了俄罗斯境内，那也只是在远离俄乌战场的远东进行一些适应性的训练。比如说俄乌冲突的战争形态与以往的传统战争有着显著的差异，是复杂电磁环境下信息化、无人化为主导、信火一体火力打击逻辑下小群多路使用兵力的复合型战争。朝鲜人民军需要学习的战争知识、战场知识，显然是还有很多的，绝不是一哄而上就能解决问题的。那换个角度去看，倘若朝鲜人民军不会部署在俄乌前线，仅仅是抱着学习战争、领悟战法的角度，在俄罗斯境内进行高强度军事训练呢？那当这些朝鲜军队学成归来，化为所谓种子部队回到朝鲜境内开展传帮带。那很显然，美国与韩国方面的血压就不可避免的要升高了呀。在朝鲜半岛发生另一场俄乌冲突烈度的局部战争，那大韩民国与驻韩美军，你们吃得消吗？